哇，这个真的有点恶心。日本人在追求食材新鲜的这条路上面是越走越远，感觉他们吃什么都要吃活的，他们才觉得新鲜，是不是有点太扭曲了？还有大伙瓜子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就非常的有日本特色了，它招牌上就写了高级活鱼料理6个字，顾客围着几个大水池坐着，食材们就在中间看着，感觉非常抱歉，店里今天有哪些菜是直接挂在了房梁上，简单直接到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菜。第一个小前菜就很明，是一份果冻加的像蕨菜一样的东西，口感巨怪。第二盘就上了河豚刺身，这个一看就不是 Yuki 家，它不可能就这么小一盘，不过还好味道非常的鲜，河豚刺身真的是永远的神。刺身终于来了，好像除了金枪鱼，别的都是活鱼身上的肉，然后发了2个盘子给我们，这个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这种肉吃起来特别的软糯，跟冷冻的鱼肉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鲷鱼跟三文鱼蘸酱油就很好吃，但这种新鲜的青花鱼还是要跟紫苏叶一块吃才行。接着就是今天最恐怖的一道菜，它的名字就叫活乌贼，就是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动，旁边放的是一块扇贝肉和一块翅膀。继续刚才的乌贼，因为它才被端上来，所以你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拉丝，吃起来很软糯，但是又有一点像胶泥，不过还好味道不错。然后旁边这个翅贝我非常喜欢，嚼起来像是在嚼海带，莫名的爽口。然后这里的鲍鱼会当着你的面煮熟，然后切好之后再端上来，表面上会用喷枪烤一下，吃起来会更香。旁边那个是鲍鱼干，那个巨好吃，鲍鱼果然怎么弄都好吃。然后终于来了一道正常一点的菜，大猪排，我好感动哦。就是吃了那么多海鲜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带油香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，这就是沙漠里的绿洲，然后就是炸河豚，这个炸的中规中矩吧。最后一道主菜就是黑毛和牛锅，感觉就是弥补了我今天吃过的生鱼。和牛煮出来就是特别的肥美，因为它的脂肪是甜的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抹茶椰果冻，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鲷鱼烧配抹茶冰淇淋。这样一顿下来，其实就是什么都吃到了，还挺满足的。其实如果你吃不惯生的，也可以直接让服务员帮你做成熟的，就像这种天妇罗。但是偶尔也可以尝试一下生的，对吧？有些是真的还可以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哇伊儿。不是，现在的法餐都这么便宜了吗？而且今天这家店看上去档次也没有很低啊。是不是现在的人都不怎么吃法餐了？感觉今天算是捡到了一个宝，因为主要是看到他们家的鹅肝饭特别的近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啊，谢耳朵，叫做遅くなった。3時までなん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？啊，大丈夫です。还有1个多小时，感觉这家餐厅生意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餐品，所以就直接上菜吧。第一个小菜是芝士条，可以就着吐司一块吃。然后第一个前菜应该是金枪鱼，就是这种法式酸酸的味道。然后是薯片土豆泥，可能这就是法国的亲子冬吧。三文鱼里面加的是咸芝士，吃一顿法餐可以胖10斤。但这道菜我今天非常推荐，奶油蘑菇汤，虾仁加上纯正浓郁的奶香，可以用脆脆的面包片，也可以用厚实的吐司，反正就是尽可能多的裹上汤汁。那一口下去味道太浓了，里面的小蘑菇直接挖着吃就很爽，我太爱这个味道了。然后第一个主菜是一整只大龙虾，师傅会把龙虾爪单独剔出来，镶在虾头的地方，爪子的肉就特别有嚼劲，烤的焦焦的有一点。龙虾尾里面也灌满了芝士，我这一叉子下去都在爆浆，而且吃这个完全不用剥壳，叉子一挑就能全扯出来，特别过瘾。特别是这种表面焦黄，下面嫩嫩的龙虾尾，感觉这个虾肉都在嘴巴里弹。旁边这个是鸡蛋羹，上面的酱料像是番茄咖喱味儿。下一道主菜是鱼排，上面铺了2片大萝卜，而且下面还是萝卜，我还以为是我火龙果呢。不过这样吃鱼肉还意外的爽口，因为那个萝卜是红酒炖的，花样非常多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场大明星，他家的鹅肝饭，2块超大的鹅肝配上法国酱油，就这个饭光是鹅肝就很神仙了，而且下面的饭还是芝士加蟹黄酱的味道，好吃。这个有点像咸蛋黄焗饭的那种感觉。鹅肝也是一口咬下去会在嘴巴里爆油的那种，吃完它之后胖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觉得值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还是一道巨硬的菜，这真的硬过头了。鹅肝加牛排加土豆泥，这是什么养猪套餐？感觉他家的鹅肝跟不要钱一样，而且他这种鹅肝是慢慢煎的，就会把里面的油脂都耗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只有香醇没有油腻。我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吃个牛排压压惊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份冰淇淋蛋糕，他家就连甜品都这么扎实。这家店快带你们的男朋友来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太实惠了。卡哇伊儿，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様、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どうぞ中。6度3分で大丈夫。はい、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、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、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的前菜还好，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，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上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。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沾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。
真好吃。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。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。巨软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。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。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强调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卡玩意儿。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鱼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鱼店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啊，いいで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鱼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儿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他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里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，所以吃完鳗鱼之后刷牙非常的重要。再来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2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。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儿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儿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冬，最小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盘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哦，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沁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顿阿七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。卡玩意儿，今天终于吃到一家可以给10分的店铺了，能把关东煮做到这种程度真的太少见了。我这次是真的不会再去吃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那个真的太假了。这家店是藏在浅草的一个巷子里，虽然说是藏，但这个装修还是很高调的，感觉已经听到了金钱消失的声音。进门还有个地方专门是锁伞的，非常浮夸。来，走吧。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、もちろんです。はい。虽然说只是来吃一个关东煮，但这个店把我整得像个明星一样，非常好。他家是有菜单的，但其实你可以看到锅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我们把锅里的每一样都点了一份，我坐在这个地方都能闻到汤的香味儿。不过先上了2份小的关东煮，就是用他那个神汤煮的锅，一份豆腐牛筋锅，一份番茄牛肉锅。小番茄的清香已经和肉汁混合在了一起，温暖的组合。哇，豆腐锅也差不多煮开了。作为刚才的豆腐锅，它是那种已经煮软的牛筋，然后店员会帮你配一个生蛋黄，可以用来蘸，也可以用来煮。我们今天就煮吧，不浪费每一滴蛋黄，毕竟这样煮出来的汤会更鲜美。豆腐上面再盛一点蛋花，真的绝了，姐妹们。然后接下来这个菜真的是我这几个月以来的全场最佳，它叫奶香牛舌，旁边会配一个小面包用来蘸汤吃。这个汤是用关东煮的汤和奶油一块煮的，然后牛舌刚好煮到马上就要烂掉的那个临界点，入口还化不了，但是你的舌头轻轻一用力，它就摊开了，哇，太美妙了。然后这个单品是这家店最贵的一道菜，我们点了3份，非常值。然后终于到我们的关东煮了，师傅在盛好汤之后会递给你2个带黄芥末的专用盘子，这个还只是我们的第一盆关东煮。哇，这全是我的孩子们呀！先来尝尝这个麸，它是小麦粉做的，口感很细腻，也特别的软。接下来这个是福袋，外面是一层豆腐，但里面是什么还真不知道。这个里面是一坨鸡肉跟粉条，不愧是老汤，特别的浓郁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鱼糕，里面有那种脆脆的小颗粒，问了一下师傅才知道是鱼的提取物。然后是鹌鹑蛋，这个蘸一点黄芥末是真的好吃。终于到一个荤的了，这个里面包的是一整个烧麦，然后是一只完整的小章鱼，还有点可爱。然后跟你们隆重介绍这个鱼丸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鱼丸，直接用鱼肉捏成的团子，口感很 Q 弹，鱼肉的味道还特别浓。来口粉条冲淡一下那个味儿。然后最后的晚安还是由我们的大根来结束哈。
那个汤汁真的是在往外喷的，不愧是关东煮之神，真正的入口即化。好了，这家店肯定是给10分了，来日本旅游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，而且还不贵。晚安，卡玩意儿。